我们接着学习电子传递链。1948年 ，Kennedy 和 Lenig 发现，线粒体是真核生物氧化磷酸化的场所，开始了生物能传导的新时代。线粒体有2层膜结构，内膜内折形成基，小分子和离子可自由通过外膜，却不能穿过内膜。穿过内膜需要内膜上存在特异的转运蛋白。内膜上还有呼吸链相关蛋白和 ATP 合成酶。线粒体是半自主型细胞器，具有自己的遗传物质和蛋白质合成系统。线粒体基质中包含 TCA 循环、脂肪酸氧化、氨基酸代谢相关的酶，因而我们常将线粒体称为细胞物质氧化分解产生能量的动力工厂。电子传递链简称 ETC。是一系列电子载体按对电子亲和力逐渐升高的顺序及氧化还原电位由低到高的顺序组成的电子传递系统。所有组成成分都嵌合于线粒体内膜，而且按上述顺序分段组成可分离的复合物。复合物内各载体成分的物理排列也符合电子流动的方向。复合体1、2、3、4及辅酶 Q 和细胞色素 C 组成了呼吸链。组成呼吸链的物质主要有4类。第一类是黄素蛋白。电子传递链有关的黄素蛋白有2种，分别以 FMN 和 FAD 为辅基，它们既是氢的传递体，也是电子的传递体。第二类是铁硫蛋白。铁硫蛋白是一种含铁硫复合物的蛋白质，铁和硫一般以等物质的量存在，通常构成铁硫中心，如铁2硫2或铁4硫4的铁硫簇，或称铁硫中心。它们可与蛋白质中的半胱氨酸相连接，而稳定结合于蛋白质之中。其中，铁可在正2价和正3价之间转换，在电子传递中发挥作用。第3类是细胞色素。细胞色素是一类以铁普林为辅基的色素蛋白，通过辅基中的铁离子价态的可逆转变传递电子。高等动物线粒体电子传递链中至少有5种细胞色素。细胞色素 B、C1、C、A、A3， 其中细胞色素 C 为外周蛋白，其余的均为整合蛋白。细胞色素 A 和 A3 除了还有铁之外，还含有铜。铜可在2价和1价之间转换，参与电子传递。不同类型的细胞色素所含的铁普林有所不同。含血红素的蛋白在420纳米左右均有特征的光吸收。第4类组分为泛醌，又称辅酶 Q， 是脂溶性的苯醌，带有一个由多个152烯单元组成的脂肪族侧链，并通过这个疏水的侧链结合于膜上。它是电子传递链中唯一的非蛋白组分。泛醌既是地氢体，又是地电子体，可以在泛醌、半醌自由基、环形泛醌3种形式进行切换，实现氢和电子的传递。尽管参与呼吸链的蛋白质有几十种，但这些蛋白形成了4个嵌入线粒体内膜的功能复合体，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复合体1、2、3、4。复合体1也叫 NADH 脱氢酶，或称为 NADH 泛醌还原酶，还有25种不同的蛋白质，包括以 FMN 为辅基的黄素蛋白和多种铁硫蛋白。催化电子从 NADH 转移到泛醌，在电子传递过程中，复合体1同时具备质子泵的功能，传递2个电子的同时，可以将4个质子由线粒体基质泵出到内膜之外。复合体2也称为琥珀酸脱氢酶或琥珀酸泛醌还原酶，包括以 FAD 为辅基的黄素蛋白、铁硫蛋白和细胞色素 B560， 催化电子从琥珀酸传递到泛醌。复合体3也叫细胞色素 BC1 复合体，
或泛醌细胞色素 C 还原酶，由9到10种不同的蛋白质组成，包括细胞色素 B、C 和铁硫蛋白。催化电子从还原型泛醌转移到细胞色素 C， 还原型泛醌 QH2 将电子传递给细胞色素 C 的过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出一个电子形成半醌自由基，第二个阶段半醌自由基给出电子形成辅酶 Q， 这个过程称之为 Q 循环。Q 循环发生的同时，伴随着4个质子被泵出到线粒体内膜外侧，复合体4及细胞色素氧化酶。哺乳动物细胞色素氧化酶至少含有13种不同的蛋白质，包括细胞色素 C、A、A3 和含铜蛋白。催化电子从还原型细胞色素 C 传递给分子氧。复合体4同样具有质子泵功能。图中显示的是线粒体内膜上的2条电子传递链，其一从 NADH 开始，经过复合体1、辅酶 Q、复合体3、细胞色素 C、复合体4，最终传递给氧。其二从琥珀酸开始，经过复合体2、辅酶 Q、复合体3、细胞色素 C、复合体4，最终传递给氧。其中复合体1、3、4在传递电子的过程中，同时起到了质子泵的功能，将线粒体基质中的质子泵出，形成了跨膜的质子梯度。电子传递链的顺序是如何被确定的呢？抑制剂的运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入呼吸链抑制剂后，被抑制的位点之前的物质应该处于还原态，而之后的物质则应该处于氧化态。通过不同抑制剂阻断结果的综合分析，便可确定电子传递链的顺序。这张图中呈现的是常见呼吸链抑制剂及它们的抑制位点。鱼藤酮、氨密唑、沙粉蝶菌素能抑制复合体1活性，阻断电子由 NADH 向辅酶 Q 的传递，不影响复合体2的功能。抗霉素 A 抑制复合体3的功能，氢化物、叠氮化钠、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则可阻断电子从细胞色素 A、A3 到氧的传递，因而这些物质都会抑制细胞呼吸，造成细胞毒害。呼吸链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用呼吸链中各种氧化还原对的标准氧化还原电位的大小进行判断。此表列出了呼吸链中各个氧化还原对的标准电位，从中可以看出，呼吸链的排列顺序就是按照氧化还原电位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排在越后的物质，氧化还原电位越高，获得电子的能力越强。接下来我们动态演示一下电子沿呼吸链的传递过程。我们前面讲述的是真核生物线粒体内膜上的电子传递链，对于没有线粒体的原核生物而言，它们也具有类似的电子传递链，但位于脂膜上。关于呼吸链就学习到这儿，同学们再见。